南华真人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描述了神仙的生活：渺孤舍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西风引路，乘云气，御风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宁，使物不呲砺而年古熟。大概意思是说，传说中的神人不食人间烟火，还能乘云驾气，御龙飞天。最令人向往的莫过于神仙可以长生不老，永存三界。因此古代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非常热衷于关于神仙的话题。神仙会腾云驾雾，遨游于三界，像孙悟空使用筋斗云，一个跟头便可远去108000里。天兵天将降临凡间时，脚下也都踩着祥云。另外，神仙出远门还会使用一种交通工具——神兽坐骑。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为9头狮子，太上老君的坐骑为青牛，赵公明元帅的坐骑是黑虎。神话世界给人无限想象。有人好奇，这些传说里的神仙都住在哪里呢？都是在天上吗？本期介绍一下神仙居住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，道教神仙的居住地一共可分为3种，其一是天上，其二是地上，其三是海上，其四是水里。天上，仙界的36重天。凡间修炼成仙的人，在经过西王母和东王公的考校之后，就可以白日飞升，到达仙界。仙界在天上，道教将茫茫苍天分为36重天，36重天又从属于6重天，由下至上依次为欲界6天、色界18天、无色界4天、四梵天、三清天和大罗天，其中的大罗天界是最高的1重天。神话世界里的神仙大多都居住在这36重天里，并且根据等级的不同，神仙们住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。初级仙人只能在欲界6天，他们还无法超脱3界，而高阶神仙如三清天尊、玉皇大帝等，则是居于36天的上层天。元始天尊居于第35重天的清微天之域清圣境，灵宝天尊居于第34重天的上羽于天之上清真境，道德天尊居于第33重天的上大赤天之太清仙境，玉皇大帝居于太微玉清宫，紫微大帝的居所在紫微宫，勾陈大帝居于紫微上宫勾陈天宫。地上，人界的洞天福地。在神话世界里，还有一些神仙不愿意飞升仙界，而是留在人界逍遥于世。既然这些神仙都在人界，为何凡人都看不到呢？道教将存于人间的仙居之地称为洞天福地。洞天意思是在山中有洞室可以直达上天，它指的是道教的仙境，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道教有10大洞天、36洞天、72福地之说。虽然洞天福地身处名山大川，但是却是存在于另一个宇宙时空，这里只有神仙能够到达，凡人是没办法进入的。在人间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圣山，名为昆仑山。河图阔地象有云：昆仑山为天柱，气上通天。昆仑山是西王母的居住之地，也是很多神仙的居所。每年的3月初3，西王母在昆仑山瑶池设蟠桃盛会，宴请上8洞、中8洞、下8洞及5湖4海的诸路神仙、3界10方的神仙前往瑶池为西王母祝寿。昆仑山上有琼楼玉宇、亭台楼阁，还有吃了让人长生不老的仙果蟠桃。不过，神仙居住的昆仑山位于另一个时空，常人是无法接近的。事实上，就是在洞天的内部也是有等级的，比如10大洞天的地位就要高于36洞天。福地与洞天一样，也是神仙们在地上的居住之所，不过它的地位却低于洞天。所谓福地，就是得福之地，居住在这里的神仙属于地仙。
当然也是最接地气的神仙。福地的地位虽不比洞天，但在数量上它却比洞天要多，而且我们也都有这么一个惯性思维，这就是越是等级低的，其数量也就越多。洞天是36洞天，而福地则是72福地。海上人界的三岛十洲，我们再来看海上的居住地。神仙们在海上的居住地被称为三岛十洲。所谓三岛，就是海上的三座仙山，即蓬莱、方丈和瀛洲，而十洲则是指祖洲、瀛洲、巨窟洲、玄洲、延洲、长洲、圆洲、流洲、生洲和风铃洲。当然，对于三岛十洲最为我们所熟知的，无疑还是其中的三岛了。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秦始皇派徐福去寻找不死仙药的故事，而徐福要去的地方就是蓬莱仙山。虽然地理位置在海上，但是三岛十洲还是属于天地人界中的地界，水下冥界的幽冥洞府。道教将宇宙分为天地人三界，天上的是天界，地上的是人界，而地下的则是传说中的冥界。道教神话里也有治理冥界的神仙，如酆都大帝、东岳大帝、阎王爷等等。那么这些神仙都居住在哪里呢？酆都北阴大帝被称为天下鬼神之宗，并统御万千鬼兵。陶弘景在真告产幽微称，罗峰山在北方鬼地，山上有6宫，洞中有6宫，是为6天鬼神之宫也。罗峰山位于北方鬼地，它方圆有3万里，高2600里，位于北方一个充满水的地下世界里。由此可见，罗峰山也不是位于人间，而是在传说中的地下幽冥之处。东岳大帝即泰山神，他居于5岳之尊的泰山，在泰山周围有2座小山，分别为梁父山和蒿里山。人逝去以后，魂去了梁父山，魄到了蒿里山。东岳大帝执掌万物的生死，也是冥界之神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你所知道的神仙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见。